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現在在我家附近的虎山人行步道，今天要在這邊 Tony 開講。今天的主題算是蠻偶然的，以無意而得知，就是前一陣子我造訪汐止東山煤礦遺址的時候，在礦坑口看到的匾額，上面刻着“有鈉煤礦三合坑”，題字的人是游彌堅。游彌堅我不認識，所以回來之後就上網 Google 了一下。原來游彌堅在民國35年曾出任台北市市長，當然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生，所以我不認識他。那在維基百科讀到關於他的資料，引起我好奇的是一段，就是資料提到說他在台北市長任內買了200棟房子，這讓我非常的驚訝。那這樣的一個算是破天荒的記錄，也反映了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日本人在台灣資產的處置問題。那今天的 Tony 開講，就來回顧這一段歷史。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當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開始治理台灣。當時的政策要全面接收日本人在台灣的資產，然後將在台灣大約30多萬日本人陸續遣返回國。而被遣返的日本人，每人最多可攜帶行李30公斤，現金1000日元。而日本人遺留在台灣的資產，例如房屋、土地、企業、機器設備、交通工具、存款、股票等財產，由政府接管。當時政府這項政策及做法，後續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及爭議呢？第一是，原日本政府在台灣的資產被國民政府徵收，這一部分比較沒有爭議。就像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大清帝國在台灣的衙署、兵營、炮台等公共設施，也是被日本政府接收。所以日本政府在台灣的資產，例如原台灣總督府，後來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府；原台北州廳廳舍，後來變成監察院廳舍。原日本政府在台灣的資產被國民政府接收，這一部分是比較沒有爭議的。那後來發生爭議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台灣是屬於黨國一家親，所以國民政府就將一些資產撥給國民黨在地方黨部或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例如中國青年反攻救國團使用。而當時這樣的轉移，並沒有任何的買賣或是正式的一個程序。那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也不會有人抗議。幾十年之後，台灣歷經民主化的過程，成為民主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資產被某特定政黨長期霸佔的問題，所謂的不當黨產的問題。這也是這幾年政府在處理的一個議題。第二項就是政府處理日本人在台灣私人資產的問題。這部分包括企業資產，還有個人資產。那企業資產的部分稍微複雜了一點，因為當時所謂的日資，如果是100%的日資，那當然沒有問題，就直接沒收。但問題是，很多企業並非100%的日資，例如說可能有10%的股份是台灣人投資的。那如果將這樣的企業認定是日資而加以沒收的話，那麼台灣人股東反而是成為受害者了。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10幾年前我在網絡曾讀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現在已經找不到了，標題是《中華民國史上最大的銀行搶案》，那就是反映這個問題。因為台灣早期最大的3家銀行三商銀、一銀、華銀、彰銀，是成立於日本時代，被政府認定是日產而接收，而這些銀行裡面也有一些台灣人的資本被認定是日資而遭到沒收。這位作者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這位作者稱之為中華民國史上最大的銀行搶案，而搶匪就是中華民國政府。不過平心而論，當時關於日產的認定其實並不是那麼單純，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日本企業的日本股東得知資產將被國民政府沒收時，人之常情，當然會做自保的動作，
可能會做假交易，將股權轉讓給台灣人，把日產變成台產，所以也會造成日產認定的問題。有一些台灣股權可能就被認定是日本股權，而加以沒收了。所以其中當然也會有產生一些認定不公平或舞弊的問題了。最後一項就是日本人在台灣私人財產的處置問題了。由於當時日本人被遣返，只能攜帶1000元日元，所以即使日本人將房子賣掉了，錢也不能帶走，所以也只能賤賣，或者半買半送的將房子交給在台灣的朋友，希望代為保管。這樣的歷史背景也說明了為什麼游彌堅在戰後可以買到200棟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而我也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就是當時來台灣的一些外省人官員，他們並沒有趁這個機會買下這些日本人留下來的超級便宜的房子。例如後來曾經當上中華民國總統的嚴家淦先生，還有曾經當上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他們長期都是居住在國民政府配給的宿舍，一直到過世。當時這些外省人官員為什麼沒有興趣購買日本人在台灣留下來的房子？我認為可能的原因有2。第一是他們可能也沒有興趣，因為他們是被派來接收台灣，或許1年2年之後就會被調回中國大陸。他當然沒有想到後來他們會終其一生都會定居在台灣，所以他們當時可能會覺得說，我沒有必要買這邊的房子，因為他可能在大陸的故鄉本身就是地主，不缺土地跟房子。那第2個可能原因是因為這些從大陸派過來的外省的官員，他們對台灣土地是陌生的，他們在當地是沒有人脈的，所以即使他們有興趣想要買房子，可是以他們的身份，他們知道這些是日本人的資產，是要被政府接收的。如果他以自己的身份去購買的話，那麼萬一被人家檢舉，他會很難自圓其說。所以想一想，可能還是要守法，不要違法。而這樣的機會稍縱即逝，因為在戰後短短的2年之內，在台灣的30萬日本人就陸續被遣返回國了。那麼游彌堅為什麼敢買200棟房子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所謂的半山。游彌堅是台北內湖人，他畢業於松山公學校，曾經留學日本、法國，後來在法國拿到學士學位。1927年30歲的時候，他前往北京，後來加入國民黨。所以1945年，他也成為接收台灣的要員之一。然後在第2年，1946年，出任台北市市長。他就是當時被稱為半山的台灣人。所謂半山，就指出生於台灣，在日本時代前往中國發展，後來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任職。後來在1945年成為接收台灣的要員。當時本省人稱外省人為阿山，是指從唐山來的人。那這些從唐山回來的台灣人就被稱為是半山。當年半山的優勢，除了有權有勢之外，在台灣又擁有在地的人脈，所以他們可以透過親友的名義去購買這些便宜的日本房子，然後自己可以作為靠山，將這些日本人的資產洗成是台灣人的資產，就不會被政府認定是日產而沒收了。畢竟半山當時是有政治實力的，也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就敢於悶聲發大財了。當時日本在台灣的私人財產被沒收或財產轉移，獲利最大的就是所謂的半山集團，從大陸回來的國民黨籍台灣人。而日本人在台灣的資產被沒收，當然很不服氣，認為非常的不合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山本義信。山本義信19歲來到台灣打拼，他後來創業經營礦業而致富，曾經出任板橋街長。現在陽明山花鐘附近的陽明公園，就是日本時代山本義信在草山的私人園邸羽衣園。戰後被國民政府接收，後來轉賣給礦業巨子李建興。後來李建興將土地捐出，作為陽明公園。羽衣園也成為蔣介石總統的行館之一。山本義信回到日本之後，他終身都積極努力在奔走，
希望能夠討回他在台灣的一些私人產業。那後來他也曾經受邀來到台灣訪問，當時蔣介石總統還曾經在陽明山的宇一園接待過山本義信。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家，不過是回來做客。而終其一生，他的願望並沒有實現，最後在1969年病逝於日本。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1945年日本人戰敗，日本人在台灣的資產被國民政府沒收之後產生的一些問題。而短短4年之後，1949年，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失敗，撤退來台，許多出生地主的外省人也被迫逃離故土，來到台灣。所以這些外省人也經歷了他們在家鄉的土地、房子、資產遭到沒收這樣的一個人生悲劇。1949年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應當很能夠體會山本義信的心情。山本義信期待有一天能夠取回他在台灣奮鬥努力所得到的財產，而當時在台灣的外省人也是殷殷盼望有一天政府能夠反攻大陸，收回家鄉被侵佔的土地等祖產。不過這些殷殷期盼最後都成了時代的眼淚。我今天的同理開講就在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